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今天咱们去看看南半球最棒的风景，浓缩版的地球景观合集，世外桃源新西兰。说到新西兰，大家可能都觉得是个小国。其实，新西兰国土大约2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一点，南北纵贯有1000多公里，放到中国基本相当于从山东扯到广州的距离。就是新西兰人少，只有500万人口，地广人稀，所以存在感不高。新西兰好玩的地方太多了，简单说来，就是要玩那种经典的天然纯净、远离尘世的山水风景，就玩南岛。想体验地热、温泉、火山，还有独特的毛利文化和城市风情，就去北岛。今天咱们先直奔主题，去南岛看看。新西兰南岛可以说是自然风景的天花板级存在，户外天堂。阿尔卑斯山级别的雪山湖泊，挪威高仿的碧蓝峡湾，加拿大同款的冰川荒野都能看到，而且密度极高。一般大家去南岛玩，都是飞到南岛北部的基督城或者南部的皇后镇，然后自驾。虽说南边皇后镇附近精华多些，但中部和北部其实也很好。咱们就从基督城开始，一路南下赏景，渐入佳境。基督城是南岛最大的城市，本身风景其实比较一般，但是周边非常强。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城市遭到重创，现在还在回血中。现在城里有很多老建筑遗址，还有后来重建的现代创意建筑。基督城植物园典型的英式花园风格，很漂亮，还免费，可以逛一下。城里雅芳河穿城而过，有那么一点点英国剑桥牛津的感觉。您还可以坐一圈城市电车，省力省时车游打卡。基督城市区肯定不是南岛的高潮，半天到1天够了。基督城往东南开1个多小时，有个叫阿卡罗阿的小镇，是个在一片英式的新西兰独领法式气质的火山海湾小镇。开过去的一路风景就很好，一种在新西兰版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乡村的感觉。当年这里是法国在新西兰唯一的殖民地，到处是法语街名、法式建筑、法国餐厅、咖啡馆，妥妥的南半球的小法国。阿卡罗阿前面的小海湾其实是个火山口，后来海水淹没，成了个海湾。因为水比较深，是那种深蓝色，非常平静，被周围连绵的青山围着，很治愈的景色。阿卡罗阿除了慢生活躺平之外，还有个主打的体验项目，就是看世界上最小的海豚——赫氏矮海豚。很多人专门来这里坐船出海，看这个稀有物种。如果您喜欢看动物，从基督城往北开2个多小时的凯库拉，可以关注一下。这里除了能看到雪山和大海同框的美景，主要还是个世界级的观景点。因为海岸外就是深海海沟，营养丰富，出海看抹香鲸，成功率全年都很高。另外，这里其他的鲸鱼种类、海豚和海豹也很多，妥妥的海洋动物天堂。基督城西北方向2个小时车程，是亚斯艾口国家公园，也是个要强推的南岛隐藏宝藏。这里的山景非常野性，瀑布、峡谷、公路风景可以脑补一下原始粗犷版的阿尔卑斯山风光。和南边的库克山那种精致美好的风格不同，这里的山很陡，峡谷很深，天气多变，气场更野。这里有很多硬核的徒步路线，爬到高处，风光无限。值得打卡的景点包括魔鬼碗瀑布和奥提拉高架桥等等。这个公园就在横贯南岛北部的73号公路上，所以就算不想爬山，从基督城去西海岸看冰川也可以顺路看一下，沿路风景本身就很震撼。从西海岸的6号公路南下，就到了南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区了。大家来新西兰都想看看冰川，来个冰河践行。这里的最著名的福克斯冰川和弗朗茨约瑟夫冰川都错不了。这2个冰川都是19世纪一个德国地质学家起的名字，一个是致敬当时的新西兰总理威廉福克斯，一个是拍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茜茜公主老公约瑟夫的马屁。2个冰川其实都是从同一大块冰原上来的，就是从不同的山谷流出来。因为全球变暖，这2个冰川近年也退化的很明显。最近20年，每年退后好几十米。原来的观景台都看不到冰川了，只能参加专业团，直升机飞上去看。
但是冰河践行，站在万年冰川上的体验还是很值得的。说到冰川，库克山国家公园里也有一个塔斯曼冰川。这个库克山国家公园可是南岛最热门的景点之一，是南阿尔卑斯的核心，瑞士加冰岛景色的合体。公园名字顾名思义，就是纪念那个当年满太平洋乱跑的英国的库克船长的了。这个库克船长给新西兰和太平洋上很多地方起了名字，比如南岛的主脉叫南阿尔卑斯，就是因为他觉得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还有很多地名是后人纪念他的，比如太平洋里的库克群岛、新西兰的库克海峡等等。库克山国家公园里有好几条冰川，其中塔斯曼冰川是新西兰最大的一条，23公里长。说实在，这个冰川有点丑，上面都是灰不拉几的碎石子和火山灰，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冰清玉洁的蓝白相间的样子。这些年温室效应，冰川融化，前面一段就化成了一个大大的塔斯曼冰川湖，里面还飘着冰川崩解的冰块。看塔斯曼冰川有几种办法。从停车场，您可以走10分钟到那个观景点，看冰川和冰湖视角不错。进阶玩法可以参团在冰湖里划船，近距离看冰块。当然，也可以直升机俯瞰，或者直降冰川在上面践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钱包酌情选择。库克山是新西兰最高峰，海拔3724米，登顶是需要专业水平和装备的。一般大家看山就是走那条胡克峡谷步道，这条步道属于王者级别，在新西兰如果只能选一条步道走，就是这一条了。3小时左右往返，一路走吊桥栈道，看冰川和穆勒冰湖，步道终点就正对着库克山。这里提醒一下，看地图好像库克山国家公园这些景点和西海岸的福克斯冰川和约瑟夫冰川离得挺近，但中间隔着南阿尔卑斯山脉，要绕一大圈，6个小时左右。规划行程的时候要注意。从库克山国家公园往南，然后再往东北，开个1个多小时，就会到另一个南岛精华景点特卡波湖。其实特卡波湖名气很大，但是沿途80号公路边上的普卡基湖，景色一点不比它差。是新西兰高山牛奶蓝湖里天花板级别的。湖水里的冰川粉反射阳光，看到的就是这种不真实的蒂芙尼蓝。一路上可以在几个观景点停下来，好好沉浸式体验一下。特卡波湖是新西兰南岛最经典也最上镜的湖之一。和原味的普卡基湖比起来，湖水也是牛奶蓝，但是特卡波湖没有那么野。旁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小镇，是那种山水加小镇度假感的地方。特卡波湖附近有个必打卡的好牧人教堂，就在湖边，一栋很朴实低调的石头小教堂，是镇子上唯一的教堂。倒不是说这个教堂有啥太特别，就是在湖边，配着雪山蓝湖，比较出片。很多人来特卡波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观星。小镇就在世界级的暗夜保护区的中心，几乎没有光污染。晚上在湖边，肉眼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银河和满天星斗，非常震撼的。如果您想再进一步的专业体验，特卡波湖西面的约翰山上有个天文台，白天可以开车上去俯瞰湖景雪山，晚上您可以抱团参加观星夜游，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特卡波湖附近还有很多很美的步道，都能看到蓝湖雪山，天堂一样的景色。小镇里还可以对着湖光山色泡温泉、喝咖啡，很享受的一个地方。好了，新西兰的南岛风光，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视频咱们接着聊南岛的皇后镇、米尔福德峡湾、瓦纳卡，好玩的还很多。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